那金家修士慌了神，像是怕极了蓝忘机的冷脸，说话都带了点颤音。蓝二公子，他刚刚要咬你，他们都看见了。力哥，你说话呀。蓝二公子，我们确实看到他要伤害你了。你作为姑苏蓝氏的二公子，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兰陵受伤，所以请蓝二公子见谅。蓝忘机缓步走向门外，只回头深深看了那个小孩子一眼。不要忘记他们的身后是。蓝二公子放心。走出农舍，笼罩在村庄的黑雾已经不似刚来时的那般浓厚了，已经能看清村庄外的景象。地上横七竖八的分尸昭告着刚才的惨烈，或许用单方面的虐死更为恰当。只是想试着救一救他们，也许那一线生机也是不存在的。蓝忘机忽然很想魏婴。蓝忘机巡视四周，却没有发现麻雀的身影，躲起来了。蓝忘机一个人默默将那些分尸合在了一起，拼凑成一具具完整的尸体。中间也有金家的修士来劝他不要做这些，金家人自会负责。蓝忘机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，继续自己的事。蓝忘机随后取下身上的忘机琴，丝毫不介意地面的脏乱和身旁的尸身，席地而坐，修长如玉的指尖轻触琴弦，一曲安息送亡魂，前尘往事莫回首。周兄，这是去往何处？当魏婴跟着周云转过第10个转角，忍不住出声问道。周云只是抬眸淡淡地看了魏婴一眼，眼底是魏婴看不懂的晦涩。周云右脚轻点墙角，如同一只灵活的猫咪，轻巧地落在了屋檐上，给魏婴递了一个上来的眼神。魏婴看着快如城墙般高的墙壁，默默耷拉了一下嘴角。魏婴转头看了看周边有没有可以垫脚的石头，方便自己能够借力上去。魏婴还在观望时，便被周云拽着胳膊飞上了屋檐。你没练过武？周云望着魏婴的眼神变了又变，他身上有太多不符合自己预期的表现，也许和自己并不是一类人。魏婴难得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，头顶的呆毛不自然地晃了晃。自己爬树厉害，翻墙更多是借助灵力跳跃，没了内丹翻不了那么高的墙。嘿嘿，这周兄不是也带我上来了吗？魏婴看着周云笑弯了眼睛，这周兄倒是心软得很。魏婴、周云也没有应和他的贫嘴，直接用手按住了魏婴的肩膀，使其与自己一同俯下身来，避免过于挺直的腰板被底下的人瞧见。周云努了努嘴，示意对方看下面的街道。魏婴顺着对方的视线望去，只见街道里挤满了乌泱泱的人，有濒临死亡的老者，有衣衫褴褛的流浪汉，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。他们为何聚集在此地？魏婴蹙着眉头问道。根据魏婴对这片地形的观察，和以往认知的难民避难所完全不同，且有些人穿着打扮上根本算不得难民。魏婴虽然问着周云，可仍在观察着四周，眼尖的发现街角的背篓里放了条鞭子，那个鞭子握手处是家族家纹，那个家纹隐约有点眼熟。周云轻声回道，此处是江家为研究活人炼尸所设。江。魏婴错愕得看向周云，下意识眨了眨眼，哪个江？云梦江是周云将魏婴的反应收入眼底，随接着说道，此处是一个八卦阵，若是一时不察，很容易被困其中。江城最是讨厌诡道，怎么可能研究炼尸？魏婴第一反应就是开玩笑吧，或者有人瞒着江城做出了炼尸的勾当。还有这阵法，不是看不起江城，但是江城对阵法的研究不足够支撑那么大一块地设阵，毕竟还要考虑很多外在因素。魏婴闲暇时翻过阵法的书籍，也只能将阵法简单应用在设置器物上，因为那样外力的干扰是最少的。这和你们修仙的阵法不同，没有灵力，没有那么多外力干扰。周云似是看出魏婴的震惊，出声解释道，行军打仗中也会用到，只要有足够的物或者人就能设阵。魏婴努力地吸收周云所给的信息，行军打仗也会用阵法，和我们的阵法不一样。周云和魏婴又在屋檐上待了一会，看着底下涌动的人群，不断地积压着害怕的情绪。魏婴，你看那女子。魏婴顺着周云的指向看向了那女子，身上穿的是上好的布料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女。魏婴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衣料，后知后觉道，有点眼熟啊，天天在城门口那里发呢。周云提醒道，我去县府那里看过，此地已经失踪了近100来人，县官正押着呢。不是说父母官吗？周云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，
两相无语，大眼瞪小眼。最后，周云选择带着魏婴来到一条小溪边，随便找了块大石头便坐了下来。云梦将是活人炼尸这事何不告知云梦的宗主江婉银？夷陵老祖是他最恨之人，江婉银不可能会放任此事不管。魏婴想了想，还是将这些话告知了对方。对方明显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可能不了解修仙界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江城对鬼道的厌恶有多深。真是天真呐！周云拍了拍衣袖，拿起腰间的酒葫芦往嘴里倒了一口酒，打了一个酒嗝。你与江氏又有何关系？听你的话语，与江宗主十分熟稔。